你内心中最放不下的人是谁？他是否也在想念着你呢？你给我3分钟的时间，我将带你在潜意识当中去看到情感的真相，并且疗愈自己。在开始体验前，有2个注意事项。第一个，接下来的体验你会非常安全，所以你需要对我完全的信任。第二个，每一次心灵之旅都是与潜意识沟通的绝佳时机，所以请你放松和专注下来，先点赞后体验，养成好习惯，开始今天的心灵之旅。请你在一个安静又舒适的环境下进行，可以躺下，也可以坐下，慢慢地闭上你的眼睛，感受到一阵的放松，进入到你的双眼，和我一起做3次深呼吸。每一次深呼吸，请你想象将外部空气中所有的养分吸入到你的身体。当吸到最深处、最饱和处时，再缓缓地吐出体外。每一次深呼吸都会带你进入更放松的状态下，发挥你所有的想象。你正走在一条幽静安全的小路上，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小路2旁的景色。在小路上每走一步，都会让你越来越轻松，越来越舒适。在小路的尽头，有一扇橙黄色的大门。当你走到门前，请你仔细观察这扇门的大小、材质，它有什么特征？当我数到3，你可以用你的方式轻松地进入门中。在门的背后，你会看到一座巨大的城堡。1、2、3，请你仔细观察城堡的样子，可以围绕城堡自由行走，看看城堡有什么特征。我会再次数到3，当我数到3时，你会进入到城堡中某一个房间，而这个房间，你会清楚地看到有一个人在里面等你。1、2、3，请你仔细观察这个房间，它有什么特征？房间中都能看到什么？而在你面前的这个人，他是什么样子？他看到你后有什么样的表情和情绪？你可以选择拥抱他，也可以选择站在原地。我会给你一点时间，请你将内心中想对他说的所有话全部告诉他。在这个过程中，你会释放掉所有的情绪。如果你有想流泪的感受，请给自己一次疗愈的机会。在你倾诉后，请你观察他的变化。你可以再次选择去拥抱他，也可以选择转身离开城堡。不论你做出什么样的选择，都是一次心灵的疗愈。当我数到3，你会带着最放松的感受回到现实中来。1、2、3，本视频建议反复疗愈使用。朋友们，如果你到现在还被焦虑、抑郁、强迫等等的情绪问题所困扰，那这个视频你一定不要错过。我呢会详细的帮你解释清楚这些负面情绪的一整套运行流程，并给你提供一些解决方法。把这个视频看完，你基本上就可以自己尝试着去处理你自己的焦虑、抑郁、强迫等等的这些情绪问题了。视频有点长，一定要耐心看完。你获得智慧最大的障碍，还有焦虑症、抑郁症、强迫症等等，这些问题的根源，其实呢都是源于你的大脑，它不断地给你讲故事，并且逼着你听，然后强迫你进行思考。你一旦控制不了自己，让大脑做了你的主人，那你一定会陷入焦虑、痛苦和抑郁之中，无法自拔。你就像一台速度不断飙升的、刹车失灵的汽车，
根本停不下来。如果再不把刹车系统修好，那你这台车早晚都得报废。关于我们是如何被我们的大脑所困的内容呢，前面发过很多次了，但有些地方还不够通透。今天我们就结合解决办法来再说一遍。如果接下来的话对您有所帮助的话，请在离开前按个赞给我响应，在评论区留下跳出大脑思维，摆脱负面情绪，如何让大家从头脑的局限和控制当中走出来，活在当下。在我们修行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跳出大脑的思维，跳出来看那个正在用大脑思考的那个我。你只要能跳出来，成为那个思考的我的观察者，你一下子就会发现，原来那个并不是真正的我。那些所谓的思考，从骨子里看，其实都是强迫性的思考。不能停止思考，就是你最可怕的烦恼。不停的思考，或者说大脑不间断的思维活动，让你根本就无法达到内心的宁静，就别说活在当下了。你的思考不是在复盘过去，就是在推演未来。你就是要和傻子一样，抱着过去和未来不撒手，为的就是非得要得出一个确定的结果，或者说是定义。这就是大脑典型的二次元运行机制。在这个过程里，它创造出了一个所谓的正在思考的我，而这个我不断地投射出恐惧和焦虑。事实上，只要你停止思考，你的痛苦就会立刻消失。绝大部分的绝症患者都是被吓死的。为什么呀？他们就是死于思考，死于自己的念头，不是吗？佛家里说的无我，也是要我们去破掉这个正在思维中的我，因为这个正在思考的我，并不是真正的我啊。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强迫性的思考者，都活在一个分裂的状态。严格来讲呢，在彻底的觉醒和开悟之前，我们每个人都有精神分裂症，都有焦虑症，都有抑郁症，所有的人都是，只是有些人思考的密度和强度已经到了那种停不下来的程度了，于是他们的肉身系统就开始崩溃了，就像你电脑 CPU 的温度过高一样，你运行的东西太多了。这就是所谓的重度焦虑、重度抑郁，甚至严重的精神疾病的本质。但实际上呢，只要你可以做到停止思考，那么你所有的问题自然就都解决了，比吃药管用多了。像我们一直说的自我觉知、冥想之心一处等等，这些其实都是在帮你踩刹车，帮你把那个高速运转的大脑和一刻也不停歇的思维活动让它们慢下来，偶尔的停下来休息休息，缓一缓。驴子要是连续拉3天3夜的磨也得累死。请记住了，你的大脑会抓住一切的机会，比如你的遭遇、你的错误、你的习惯、你的所有的回忆等等，由此让你展开不停的强迫性思考。就比如说错误吧，其实人们最大的问题不是会犯错误，而是去认同于错误本身，觉得这个错误就是自己，然后就开始展开一系列的不断的自我批评。我们应该做的是选择看见并且接纳那个犯了错误的在习惯控制下的肉身，并且在当下就意识到那个可不是我，我比他高级，我和他无关。要记住了，我们是开车的人，而不是那台车。无论是我的习惯带着我的肉身犯了错误，还是说别人侮辱鄙视了我的肉身，我们都要时刻提醒自己，
我是独立、完整、自由的神性，意识是高维度的存在，怎么可能会被三维世界里的这些相所伤害呢？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人能伤害你，除了你自己。要记住，犯错误或者被别人侵犯的那个，根本就不是我，他们都是各种各样不同的笑我，或者说我执。我也只是通过犯错误来磨练一些自己的意志，就是让自己的灵魂练练级，仅此而已。就和打游戏一样，你游戏输了，打游戏的你能有多疼啊？记住了，主体可一定不能乱，一旦把主体给搞错了，你认同的那些假我，那些我执，觉得他们就是我本身，那完蛋了。这就是你痛苦的根源，也是所有的焦虑症、抑郁症的根源。这从骨子里说，你自我的迷失，别找外部的原因。这个三维世界里头全部都是相，都是投影。你有什么好抱怨的？相出问题了，一定是你这个投影源出问题了。为啥老祖宗告诉我们，行之不得，反求诸己，向内去找原因，找自己。那真正的我是谁？其实应该是那个无时无刻都在努力摆脱社会习气和惯性驱动，摆脱强迫性思考，努力保持在当下临在状态的那个还不成熟的正在成长当中的小灵魂，那个暂时还很脆弱很不坚定的你的神性意识。记住了，那个才是真正的你。当你完全不知道自己是谁了以后，你就是重度焦虑，你就是重度抑郁。当你开始真正去观察，去觉知这个思考者的时候，更高层次的神性意识就被激活了，你就会意识到有更多美好的东西其实都是来自思考之外的，比如爱情、智慧、灵感、直觉，还有内在的宁静等等。这个时候你才是真正的开始觉醒了。看到这里，很多人会问了，说了这么多，大脑是的有多不好啊？我们难道离开大脑能生活吗？你的这个视频难道不是大脑思考出来的吗？问得好。首先，如果我们的大脑被正确利用的话，那么它将是一个特别强大的工具。但是如果利用不当，它的危害也会是相当的大。你看那么多的抑郁症，就是因为他们自己被自己的大脑给玩坏了。准确地说，不是你利用大脑的方式不对，而是基本上你根本没有利用它，都是它在利用你。打个比方，你去创业，你去投资，你去打游戏，你去和别人讲道理、吵架等等，你以为你利用了你的大脑帮你赚钱，帮你消遣，帮你说服别人了。可是事实上呢，是你大脑的思维在驱动着你去做的。这些事情是你的大脑想做，是你的习惯想做。也许你根本就并不喜欢做这些事情，你认为你就是你的大脑，可是它应该只是一个工具而已。不过很遗憾，你已经被这个工具给控制住了。其实大脑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好的，但是问题是，我们总会不自觉地陷入大脑，被大脑控制。一旦这样，我们就会按照它的机制去不断地关注那些负面的，关注焦虑、痛苦、抑郁等等等，过去未来的这些念头。好，那么话说回来了，我们到底应该怎样正确去使用大脑呢？很简单，就是当我们提起了觉知，完全活在当下的状态里，跟随灵感创造的时候，这些时候你就可以尽情地去使用你的大脑了。记住，
当你开始感到要陷入消极、焦虑、恐惧、强迫、抑郁等等的这些负面情绪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要马上对它有所觉知，然后立刻停止思考，要意识到你的大脑试图要开始通过你的思考来控制你了，它要开始给你讲故事了。这个时候你就要立刻跳出到一个观察者的视角，去观察你大脑的各种思维，特别要去关注那些重复的、翻来覆去的来自过去或者来自未来的那些负面的声音。记住了，当你在倾听那些声音的时候，千万不要做任何的评判，因为你一旦做了，立刻就会被勾住了。你要做的只是看见是因为什么事情突然让它发出了这样的声音。注意，重点来了，就是当你在倾听和观察你的大脑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不仅是意识到了这个大脑，并且你还看到了我正在思考。你看，一个新的更高维度的我就此产生了，而它就是我说的神性意识，是更深的自我高我本我。以上是我们整个的自我观察的这个过程，它呢会直接帮助你链接到你的神性意识，这就是所谓的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境界。注意，这还没有完，紧接着神奇的现象出现了。随着这个更高级的意识，也就是神性意识高我的出现，那些正在困扰你的思维、强迫性的负面的思考，突然间它们的能量就开始变弱了，并且开始很快的消散，因为你不再认为那个思考的假我就是你自己了，你不承认它们存在的合法性，这就叫解脱，这就叫意识觉醒。恭喜你，你的强迫性思维开始被终结了，你的抑郁症、焦虑症也开始被治愈了。很多人也许以为觉知很难找，因为他看不见又摸不着，它到底在哪里？其实我们的觉知在哪里？就是在当下的那一念隧道里，那一念的寥寥分明里。我们每一个人分分秒秒都离不开这个当下，这个当下的意识，它是我们念头的背景。由于我们一直被大脑牵着走，所以我们根本就没有意识到，在我们身后还有一个背景，这个背景一刻也没有离开过我们的，知道你做什么，你想什么，他都知道。天地万物发生了什么，他也知道，可是我们自己没有意识到。打个比方，我们每一个人所经历的世界，就是电视屏幕里发生的各种事件。我们有一个时间，有一个空间，有一个你我他的这样的一个认知。那么发生这些事情的背后，是不是还有一个背景呢？电视机如果它没有背景，电视机上的什么人事物通通没有，对不对？可是我们掉在这个电视机里的那个人事物当中，忘记了那个背景。其实那个背景对人事物发生的任何的细微的变化，它都是寥寥分明的，因为所有发生的事情就是在荧幕上发生的。还有一个比喻，比如说我们在演一台戏，这个舞台是不是一个空间？是不是你舞台？所有的这个戏的背景、发生地点、人物，以及这个戏发生的种种的情节，或者是说你们每一个人心里所想的、所说的、所行的，是不是这个空间、这个舞台通通知道呢？因为所有事情的发生都是在舞台里发生，舞台空间不可能不知道这场戏所发生的一切。这个觉知就相当于这个背景，而这个背景，荧幕上所呈现的各种人事物，它之所以会呈现，
就是觉知赋予它能量，赋予它光明。它可以让息当中的人开口说话，能让他们走路，甚至能够让他们飞，让他们能够互动，能够让他们产生各种各样的故事的情节。所以你会发现这个背景，实际上它的一个功能，就相当于戏外导演的作用。而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游戏里的任何的一个人，不过是这场戏当中的一个局部的角色，它代表的都是戏外的导演的思路。导演让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导演让我们怎么说就怎么说；导演让我们怎么想，我们就怎么想；导演让我们怎么互动，我们就怎么互动。而它有没有出现在戏里？它看起来没有出现在戏里，因为它是一种无形无相的意识和能量，它是一种全局的思维，全局的意识。全局的意识不会出现在整个戏里，只有局部的意识个体才会出现在戏里。但是个体之间所有的行为和语言，又是场外导演无形无相的意识所创造出来的。所以觉知到底是什么？觉知就是那个纯粹的意识，那个神性意识，它既在戏外也在戏内。那我们作为一个人，到底怎么去找到这个神性意识呢？很简单，我们每一个人之所以找不到这个觉知，找不到这个当下，是由于你会发现，我们的念头不是在过去，就是在未来，它不断地在过去未来之间穿梭。对于我们当下的行为、语言以及行动，以及我们经历的任何的事情，我们是心不在焉的，我们是处在一种无意识状态。我们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不是想着过去，就是想着未来，唯独没有在当下，这就丢掉了我们的觉知。现在我们要找回觉知，就是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将我们的意识落在这个当下所做的事情之上。很简单，比如说我们吃饭之前，我们找不到当下的感觉，我们找不到觉知，是由于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又在回忆着过去，又在计划着未来，唯独没有在当下吃饭的这个事情上。而现在我们要找到觉知，就是你在吃饭的时候，不要再想过去了，也不要再计划未来了，你就安住当下，看着自己在吃饭，明明白白地知道自己在吃饭，关照自己在吃饭，活在吃饭的每一个当下。你看着自己怎么样夹菜，怎么样让饭进入你的嘴巴里，怎么样用牙齿嚼烂食物，用舌头去品尝食物，然后吞下食物，这中间的各种各样的感觉和体会，你寥寥分明地知道。比如说我现在跟大家在做分享，我就全然地处在当下，我知道我在做什么，就犹如我周围有一个人在看着我在做这一切。我们以为外在的那个神性意识跟我们的意识是分离的，但其实外面这个神性意识就是我们的意识。如果没有它，我们不可能在这个地方去做任何的事情，因为做任何的事情，你必须有一个空间，这个空间就是你的神性意识。它看起来在你之外，其实它跟你是一体的。你觉得它在你之外，是由于你把你这个肉体当作你的全部。其实你的肉体只是你觉知当中的一个很微小的部分，你所有的行为和语言，所有的体验皆是在这个空间，在这个世界里进行的。而这个空间里，这个意识，这个空间和时间，就是你的觉知，
它包裹着你的任何的一切行为，以及一切语言。当你能够活在当下的时候，你拥有的是整个世界，而不单单是拥有的你这个身体。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当我们没有活在当下的时候，我们只是活在我们这个小小的肉体里，所以我们会产生一种恐惧、忧虑、焦虑以及一种得失计较，我们的心量就会越来越小，越来越狭隘。当我们活在当下的时候，我们就活在整个世界空间和时间内里，所有的时间、空间和时间都在我们的这个觉知之内，就如同电视屏幕里所有发生的任何事情，以及天地万物、宇宙都是在那个光明的背景之内。我们作为一个个体，只要我们能够活在当下，我们就从这个当下的个体回到了觉知的整体，就犹如银幕上的那个个体的像，回到了那个背景，又由一个小我变成了大我。所以这个就是觉知，所以觉知就是让我们活在当下。当然，我们刚刚找到觉知的时候，我们待在觉知、待在背景里的时间很短很短，那只是一刹那，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找到这种全局一体，乃至于这种无边无际的、这种无为的大我的感觉，我们暂时找不到。由于我们活在小我里太久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去有针对性的去训练我们的觉知。怎么训练？吃喝拉撒全部在当下了分明的知道你在做什么，你在吃什么，你在感觉什么，你的身体有什么感受。你喝茶，你知道你在喝茶，你知道你喝茶带来的种种的体验和感受。你在走路，你知道你在走路。你做家务，你知道你做家务的每一个举动，每一个行为。同时在行住坐卧的时候，你也能够关照到、觉知到自己的任何一个想法，任何一个念头你生起来，一个念头看到了，你又生气，一个念头你又看到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觉知。觉知就是活在当下，那一刻不想过去，不想未来，只在当下。每一个人都能做到，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然后你找到当下的这个感觉，找到当下的这个意识，找到当下的那个知道，找到当下的那个了了分明。然后你安住在这个了了分明的觉知当中，看你能待多久，你该做什么做什么。你比如说你吃饭，你能有几秒钟知道你在吃饭，然后你落在这个吃饭的当下，不断地感受自己在吃饭的这样的一个动作行为之中，你能安住多长时间，就表示你能有多长时间在觉知当下。你会发现这个东西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非常难。你有可能1秒钟我知道我在吃饭，我吃了什么，我的感觉是什么。可是这1秒钟过去之后，你又开始想过去想未来。所以要活在当下，找到当下的觉知，守住这个觉知，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容易。说起来容易，原理很简单，可是做起来非常非常的复杂。那需要我们长时间的训练，长时间的去熏陶，长时间的去活在这个当下里边，长时间的去磨练。那么天长日久，日积月累，你才能将这个安住当下，找到觉知的这个时间，从1秒增加到2秒，再到半小时1个小时，这样从质变到量变的过程，
在某一天，你就可以从一个细小的觉知，小我的觉知，回到大我的觉知，回到大我的全局，回到大我的无为，回到大我的时间和空间以外。这个就是我们要去训练觉知的根本的原因所在。所以真正带我们走向觉知，走向大我，走向无我的方法非常的简单，但是你要真正能够从当下找到的那一刻开始去安住它，去保留，去延长觉知的时间，虽然难，可是它却是带着我们回归觉性，回归觉悟，离苦得乐，远离颠倒梦想的唯一的一条路。心经里说的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也就是这个观，这个活在当下，这个寥寥分明的觉知，才是我们远离颠倒梦想，度一切苦厄的一个快速直达的方法。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就知道世界觉知，佛性源头都在我之内，都在当下那一刻觉知之内，不在之外。这个时候我们就放下向外抓，向外去，向外去追寻的那一颗狂心。所谓的狂心顿歇，顿歇在哪里？顿歇在此处，此地此刻兮，即是菩提。这个当下即是菩提，当下的那一个寥寥分明的知道，即是菩提，即是佛。这个时候，我们的主人觉知就归位了，我们就不会跟随过去的念头、未来的念头，在这个地方颠倒梦想，无端地遭受着一些痛苦和烦恼。我们就可以让我们这场梦早一点醒。梦醒不醒来，完全是我们能不能活在当下，而不是靠梦里的某个人、某件事。我说明白了没有？如何才能做到明心见性呢？我想这个问题是困惑很多修行者最大的障碍了。这条视频呢，我会通过3步走把它掰开了，揉碎了，细细的给你讲解什么是性，什么是心，我们的心又是如何工作的。在开讲之前呢，我还是要说一下，这段视频呢，是针对有缘人准备的。缘分到了，你会瞬间开悟警醒。如果你我的缘分不到，你是听不懂我讲的是什么。顺便呢，也提醒一下你，文字本身就是开悟觉醒路上的障碍了。你如果再贴个标签，下个定义，再用你的大脑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来评判对错好坏、荣辱得失，那就是障碍中的障碍了，只会让你造口业，智商和福报双双下降，不会给你带来任何的好处。好了，明心见性之所以难于理解呢，是因为难于表达。之所以难于表达，是因为必须离开语言才能明心见性。所以任何试图表达什么是明心见性的文字，只能是纸上的手。我现在也只是努力呢，讲得通俗易懂一些，让大家能尽量明白。首先咱们要明白一个道理，见性见的是什么性？见的是万物的共性。这里的万物当然包括人，也包括人性。佛家所讲的性是本体，而心呢，使用就如同道家所讲的道是本体，得失用又如同灯是本体，光是用铁丝本体，锤子是用。一个道理，举例给你说明一下。重点来了，就拿一块铁做比喻吧。铁就是那个性，就是儒释道三家所讲的佛性。道心生心，王阳明所讲的良知，用大白话解释，就是那个真相。仔细听啊，
铁呢，不管你把它做成锤子也好，自行车也好，或者你把它做成机器人等等很多的东西，而它的本性其实没有变，还是铁血的人呢，只看到了锤子，没有看到铁，那么他就没有明心见性就这相了。接着往下听啊，现在有一团真相，它可以组合成任何一个单细胞动物，也可以组合成一块石头、一只猫、一个人，甚至是万事万物都可以。但是呢，它的本性不变，就是这团真相。这也是佛家所讲的众生平等的意思。第二性是铁了，那么心是什么呢？注意听，它是力，使外面的六尘色声香味触发，触碰到了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形成了六灵，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你要留意，心是力，而力的作用呢，就是让铁变成锤子、汽车、机器人等等。力消失了，铁呢就会复原成原来的样子。性和心本是一体的，不是心消失了，而是与性融为一体了。第三，心是如何工作的？心是铁，心是力。用一下力，就是你起一个念头。注意听啊，铁只能一次受一下力，而你的心呢，也只能一次起一个念，不能同时拥有两个念。再给你举个例子，你就会更清晰了。当下这一刻，你被手机里面的美女吸引了，而在你嘴里面的糖呢，就不会甜了。当你被别人打了一巴掌的那一秒钟，你的心中只有所谓那个疼，根本不会有其他的了。而那一秒钟之内呢，你是根本不知道自己是男是女，有没有老婆，身价多少等等等。就如同大学里面所讲的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是一个道理。回过来再讲一下，你的一生中就是由无数个一秒钟而组成，你的每一秒钟呢，它所产生的念头都不一样。其实呢，早就已经注定，不论是昨天的念头、今天的念头、现在的念头，你都不可得。当你想要得的时候，你就会被新的念头所替代了。所以呢，释迦牟尼佛早就已经说得非常的通透和智慧了。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呢也不可得。所以呢，当你执着那个念的时候，就等于瞎忙活。好，真正的答案结果就出来了。当你不去琢磨那个理，当你不去想拥有那个念的时候，力就消失了，铁呢也会复原了，你就明心见性了。看过我之前的视频的呢，应该还记得我讲的那个鸡和瓶子的故事。放下执念即和平，包括你都会解脱。那么我们当下明心见性了以后，是不是立刻就能够解决一切的问题呢？其实不能，因为很多时候呢，我们有吸气，就像我们开着大卡车高速行驶，然后突然间踩刹车，很难立刻停下来，卡车还是会往前溜一段距离。也就是说，我们过去的这些行为习惯已经形成了习气，形成了自然反应。比如说别人骂我们，我们自然而然就会想回骂回去。只有当我们持续通过觉察，慢慢地减少我们的习气后，这时我们再被骂，想生气都生不起来。当我们自私自利，不愿意布施的时候，通过不断的内观，我们会明白，外在的一切都是我们的心所现的。我们为什么要对自己小气呢？利他即是利我，
在当下，我和他并不是分离对立的。当我们这样明白之后，我们才算是真正的把这辆大卡车停下来了。这些呢，我是用文字努力的尝试给你表达清楚，什么是明心见性，而你听了以后，能否悟到做到呢？还需要你在你自己的身上去做实验，俗称观自在、观自心，通过实修取证悟。我说明白了没有？好了，非常感谢你能看到最后，希望可以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我们下期再见。